将礼交出先帝本源，否则血洗此城。花里胡哨，猖狂！凡人们连惨叫都发不出，只能绝望地闭上眼睛，等待死亡降临。你的绷带该换了。老板，再来一碗。灵虚真人，你没事吧？快，麻溜的扶本座起来。灵虚真人的瞳孔骤然收缩，他在那双金瞳里没有感受到杀意，也没有察觉到威压和情绪波动，却看到了一种更恐怖的漠然。灵虚真人的后背瞬间被冷汗完全浸透，骨子里渗出彻彻底底的恐惧。灵虚真人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古老的传说，10000年前将3000大道修行到极致的先帝万法道君，他独自站在仙界云雾缭绕的最高处，金色的双眸俯视着万界芸芸众生，眼神中没有任何眷恋与温度。
太无聊了。我靠！原来是你！他是神仙吗？他不是神仙，神仙刚才要杀我们，他救了我们的命。绷带换的比上次早了。又流血了。江水的江，离开的离。江离是一种药，可救人，也可杀人。宗主，天罚剑阵碎了。那个瓜哥只用了一拳。回宗，封神门。你就是江离，一拳打碎天罚剑阵，我倒要看看是真的还是吹的。哎呀呀呀呀！终于找到你了！我从天剑宗一路滚过来的。你知道我滚了多久吗？3天3夜，中间还被人当馒头差点蒸了。看我像馒头吗？我这么可爱，怎么可能是馒头？馒头会说话吗？馒头有尾巴吗？馒头能这么圆润吗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请注意你的措辞，我是上古灵兽后裔。算了，你肯定不信。你猜我这小白毛底下压的是啥？你猜，反正你也猜不着。反正我能和法则碎片共鸣。之前你打完那一架，我在天剑宗废墟感应到你右臂的3000大道残余，我就连滚带爬跑来找你。你收留我，我啥都会，会端茶送水递绷带，还会骂人，不是，还会鼓励人。气氛全没了。我说，出剑吧。花里胡哨。花里胡哨，这话是啥意思？算了，你肯定不理我，没事，反正他也打不过。狂妄的毛兽，你真的不考虑收留我吗？怎么可能？你刚才说你叫什么？哎呀，我还没给自己取名字，我是来找你蹭饭的。不过既然你问，你就给我取一个呗，谢谢先帝大人。滚滚。滚滚，这什么名字？我这么可爱，怎么能叫滚滚？滚滚就滚滚，我滚得起。从现在起，我叫白滚滚。这女侠长得真好看，别打了，你是打不过先帝的。这就是先帝的实力吗？太强了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引以为傲的速度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毫无意义。
受教。我这辈子第一次被人这么无视，还挺有意思。那个女侠好像看上你了，别误会，我是说她看上你的拳法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拳头是怎么练的？能吃出来吗？馄饨里加了什么？能不能给我来一碗？老孙头，我也要一碗，不要辣。算了，还是要一点点辣，极少就够了，我认真的。这女人是碧落谷左使秦剑双绝柳青衣，沈清霜的同门师妹，元婴初期。师姐说你很强，我不信，只弹一曲。我靠，怎么又来了个美女？先帝大人，你红颜不少啊。不好，他手指动了。话里胡哨，先帝大人，给我捶他！一弹，用你的无敌拳头！国赠。这竟是纯粹的物理冲击，完全打乱了我的琴曲节奏。他不是快，他是真的很强。碧落谷记住了，这是碧落谷藏的灵州秘境地形图，记载了3处元婴期以上才能进入的上古秘境入口。师姐说你可能用得上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灵州第一毒修万毒圣女顾紫嫣，元婴圆满，距离化神只差半步。她练的毒不仅针对血肉，还针对灵气、元神，甚至法则。好香啊！一拳碎天罚，7剑封魅影，一响破青衣。他们用的都是体术剑法和音波，而我专攻毒。江离，你的拳能粉碎一切看得见的东西，能碎得了看不见的毒吗？这位姐姐，你是打算请他喝酒还是下毒？如果是下毒那就算了，喝酒的话，恐怕你喝不过他。有意思。白色变异上古貔貅幼崽，吞万物而不泄，要不要也来一杯？不了，我这小身板吞毒怕是直接原地吐泡泡。那江离，你敢不敢？酒不错，毒也不错。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服了，我对你越来越好奇了，有没有兴趣到万毒谷坐坐，包你满意哦。万
万毒谷通行符，从此你踏入万毒谷方圆100里，任何毒物自动退避。这个东西好啊，以后下馆子不怕饭菜里有毒。先帝大人，什么时候换个口味？我想吃小龙虾。江离，出来打一架！别吼，他听得见。你布阵，我打。他要是破了你的阵，我正面顶。我们一个以重力压他，一个靠体术砸他。不信他真的无敌。别磨蹭了，先试试。压扁了。我靠！先不要管压不压偏了，怎么这么多美女来找你啊？我要赶紧化形，不然哪个狐狸精给你勾引跑了，我就没有靠山了。起身，起身！我不信打不过你！美女，放弃吧！你看前面几个姐姐，哪个不比你强啊？他收力了，这人实力跟个挂一样，打我就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星辰阁顶级通行令，以我和秦姐联名发放。又一件，可他这辈子就只需要一张老孙头馄饨摊的会员卡，你们没有必要这样啊！魅影剑仙沈清霜7剑被预判，留下碧落谷克亲令；秦剑双绝柳青衣，碧落反因被一声杂州破尽，留下秘境秘方图；万毒圣女顾紫嫣本命剧毒被当面喝光，毫发无伤，留下万毒谷通行符；金甲女武神秦无厌大剑被一拳震碎，星辰首长肌肉出上百重力被一拳打穿，二人联名留下星辰阁顶级通行令。我跟你说，貔貅天生会管东西，这些宝贝放别人手里绝对丢三落四，放我这儿绝对不会。不过我这么认真帮你整理收纳，你是不是该奖励我点什么？就一小口馄饨汤也行。馄饨不行。就知道。话说回来，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你以前是谁？天剑宗那帮人说你是万法道君，我听完第一反应是别逗了，万法道君是仙界头号大佬，而且还天天吃个混沌。但后来我又想了想，你右臂里那些法则碎片是真的，你自己碎掉了一整个体系的秩序，把它们全压在一条手臂上，每打一拳裂一次，再裂就散架了。你不说我也大概能猜到，你是万法道君，仙界最强的秩序化身。然后你觉得这秩序不对，不是哪条法则错了，是必须有个规矩，这个前提本身就不对，所以你把它全捏碎了，自己下凡来当人。有点意思。当人很好啊，人饿了吃，困了睡，不用管万物运转。但你右臂里那些碎片没法丢掉，所以你把它们封起来，只在必须的时候用。可是你现在每天都在用，从打那个女人开始，到秦无厌那大剑砸过来那一下，裂纹比上个月多了好几条新分叉。你这拳头不是出的越多越强，是出的越多越碎得快，再碎下去，整条手臂会撑不住的。无所谓。是不是我话太多了？哎呦，我这嘴。喂，走那么快干嘛？你还没付馄饨钱！我刚听你数了，你这几天一共46万，一共欠了老孙头好大一笔账。等等我呀！
天一见，果然眉毛比尾巴还好看。先帝大人，你缺不缺先帝夫人？江离，我不是来找你打架的，我来找你比剑法的。我只出一剑，你可以用拳头挡，也可以用身法闪。我只想知道，是我的剑先到你喉咙，还是你的拳头先碰到我的剑？你的剑很慢。你练剑100年，只追求速度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直，越来越省去多余动作。你把剑简化到了道的程度，但这恰恰是最容易被猜透的，因为所有最短路径都是可以计算的。我只需要站在终点等你，你的剑自己会来。可以啊，你居然没被气跑，还坐下来吃馄饨。前几个姐姐也有留下来的，不过你是第一个挑战完直接坐下来说要吃东西的。对了，你眉毛怎么长那么好看的？有没有什么秘籍能教我？算个饭友。这凡人般的举动，是他飞升仙界后万年来再没做过的事。
这女人身上的气场非同寻常。道具。辛苦你了。仙界不是所有人都忘了你，末将永远认你是万法道君。先帝派了很多人来，诛仙令下3路征法，我是最早被调回来的。我本来不该来，先帝这死女人非要把你押回仙界受审，我可不会听她的。万年前我在你坐下握剑的时候，你走前让给我说了一句：仙界的规矩不是用来跪的，是用来守的。我一直守到如今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快夸夸我！先帝大人，这谁呀？你第几任女朋友？怎么都长这么好看啊？行了，是时候收拾一下那个人了。先帝说你叛了仙界，我不信。你当年能捏碎自己的神格，就绝不可能回头去争什么地位。你一定是自己要走的，不是为别的。你就是不想再当那个人了。九哥，我早就不是道君了，你不用跪任何人。那我不跪，不跪。但打一场，我练了1万年，不是为了回来继续给你站岗的。罢了，你还是这个样子。不是姐妹儿，你有毛病啊！动不动就打，这个世界怎么了？女的比男的还猛。你走了以后，我把你留给我的那本军阵残卷彻底补全了。已经强大这个地步了吗？你现在练得很好。Теперь ночами подумай, обнимать будет другой, я угнаться за тобой. Теперь ночами подумай, обнимать будет другой, я угнаться за тобой.你还是用这招？好用。你的阵练得很好，比你师傅当年布的密，但你太依赖阵了。阵盘的运转方向在接敌时偏转固定角度，
只要预判该角度，就能把整座阵盘核心暴露在正前方。下次让人改一下运转方向，别定同一个角度。是叛仙吗？怎么还指点我们布阵？先帝下旨的时候，我只提了一个请求：第3路先锋我去。我本想看看你是不是真像史书上写的那般堕落，可你还是当年指点我布阵的那个人，还是打完就交，还是收力3分。末将凤九哥拜。他对你也太执着了吧，又跪又打，打完还送东西，这凤羽比之前收的那些令牌加起来都稀罕，不愧是你前任。先帝还会再派人，末将不会违抗军令，但也不会再来了。也许你真的可以改变先帝的想法。这缺口，这焦土，奴土竟然被烧成了晶莹的琉璃。快退！好烫的温度！凤羽，仙界凤凰真火淬的，烧10000年不灭。歌灵界这独一无二，我要是个男的，我都从了。别说了，又来一个。不是，这男的也这么帅？白云观云轻微，见过江前辈。我在西北城墙外观察了9天，从天剑宗封山到凤岩仙将退回仙界，每一场战斗我都用水晶术完整记录，反复推演了372次。前辈所预判绝非速度维度的快，是认知维度的前，是站在结果看过程。若前辈全力，可在所有人出手前改变结果。这位观主，你推演了这么久，是不是觉得前辈很强，打算加入我们？我不打架，只推演。前辈若不嫌云清叨扰，请解我3道推演。第1道，往北3步转半圈。第2道，以浮尘替你挡一次反噬。第3道，凤九哥留给你的是忠诚，我留给你的是真相。万法仙宗里有人在等你，你应该猜到了。万法仙宗太上长老尚在人间，守了10000年的通道，等一个人回去。但他的推演留言写得很明白，等一个能一拳碎天罚的人。若前辈日后需要推演，可往西北白云观寻我。他从头到尾都没讨赏，也不问你收不收徒，也不自报师承，来给你看了一遍作业就走了。行了行了，别说话了，耳朵都出犊子了。
这一世要用凡人的身躯对抗神明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凡人不是他们随便能欺负的。有趣。翻山神通是把一整块小世界砸下来，这个绝对不是化神初期，这是化神巅峰中的巅峰，活得比万法仙宗开宗还老。完了完了，这回真是天崩级大场面！江离小友，老朽搬山，活了快5000年，见过无数精彩绝艺的高手，也见过仙界7代天地轮替。近500年听得最多的就是你一拳一个把来找的茬的打得满地找头。老朽本来不亲眼看到你一拳碎天法，7剑封魅毒酒，你当面喝。凤炎仙将那数千层连仙界雷罚都劈不开的仙罡都被你一拳贯穿。所以老朽今天来，不是为师门报仇，不为仙界邀功，更不是替谁出头，纯粹就是想试试能把整个灵州女修挨个打服的男人，能不能接得住老朽一整座小世界。这位老祖宗说话比前面所有姐姐加起来都直接，就是单纯想找人试拳头，合着我们洛云城成了全灵州高手的试拳场了，是吧？这座山是你最大的，最大的一座，练了4700年。目的是多么多么寂寞，目的是多么多么空虚，独自在顶峰中。还有更大的吗？没有了，最大的一座被你一拳打碎了，另外2座加起来都没这座1半大，就不拿出来丢人现眼了。你那拳里的法则碎片挤得噼里啪啦响，每打一次就多挤到心上。你这绷带是压裂纹的，不是治好伤的，对吧？老朽不是来试探的，纯粹就是好奇，你这样硬扛着还能打多少次？这位老爷爷比他还会总结。这位老爷爷前面所有人都是来打或者来跪的，就你是来问物理问题的。不过你先把城外那些碎山收一收啊！城里孩子都以为天降流星了，正拿着筐往外跑捡石头呢。你这拳印打碎的不只是老朽的小世界，你打碎了老朽的空间法则成立点。山之所以是山，不是石头硬，是他们压在空间结构上自带法则成立。你那一拳打碎的不是石头，是老朽炼进山里的空间法则本身。老朽炼化小世界的办法就是压缩空间，把一整块世界碎片压缩到能踩在脚下的大小。
这几千年除了老朽自己，没人打得碎。江离，你那一拳撕开的不是普通裂缝，而是直接打在了空间法则最薄弱的节点上。老朽用空成力结构，你反过来利用了这种压缩法则内在的结构对称性，把束缚本身变成了攻击通道。你的3000大道碎片天生能理解并拆写这种复合空间结构，所以老朽不服不行。你还能用这拳分析多少种法则？3000个角度，难怪先帝那老东西坐不住了。他不是怕你犯仙界，他是怕有人只用一拳就能证明所有法则都有弱点。这是老朽花了3000年在灵界到处搬家留下的全部空间节点，每一道纹路都是亲手炼化。日后要去灵界哪一处寻秘境，捏碎这枚石符，老朽的小世界碎屑替你铺成传送通道。小友，老朽再问最后一次。你那右臂裂纹每次出拳都是借法则的结构弱点往里打，裂缝也因此多几道反噬。你早就算好了每一拳自己会伤多重。老朽活了近5000年，见过太多人逞强，逞强的人都不承认自己在逞强。你是老朽第一个见到知道自己还能出多少拳，却仍愿意继续往下打的人。不对，你们都是来给他送东西的，就没有一个是来给他看病的。老爷爷，你活了快5000年，有没有什么治法则反噬的古方？他是用自己的方式治，绷带是皮外缠，拳头是往里塞。他每次出拳不只是伤敌，也在用反震之力把裂得太散的碎片重新压回原位。这不是找死，这是用战在医。上次凤九哥来的时候只开了一道天门，这回直接把整片天变成自己的位目。江离，10000年了，10000年了，你还没腻。朕曾想，若你肯回来，便把你绑在神座上，让你永远陪着朕。后来想，你若不肯回来，便把你打服了再绑回去。再后来，朕不想绑了。从前你爱修秩序，却最烦规矩。你说秩序该护人，规矩却困人。你宁可亲手拆了自己的道君神阁，也不肯当仙界规矩的管家。朕用这柄剑砍过无数叛军，斩过无数魔头，却从没砍过自己人。今天砍你，不算砍自己人，算砍师弟。你从前说你的剑只砍2种东西，祸害和蠢货。我没摆谱。我请你吃馄饨。打完再吃。
姐姐，你站起！他的拳和他的剑对撞时，你的风音也在同步脉动，别让他感应到你在共振。这两个人打起来，皇室余波就够拆半座城。这一剑叫万界审判。当年斩过无极道主的百万先锋大军，今天斩你，算是斩师弟。这一剑没有名字，朕把这具分身的仙印全压进剑里了。仙印碎了，这具分身就没了。朕不想杀你，朕只想在你胸口上留一道印子，以后你每次打拳低头看到那道印子，就想起来，朕还在仙界等你回来。还是刺不下去。你收剑了。
无极道主的封印不到3个月就会破，这道玉锦在仙界压了3000年，没人吸也没人敢吸。朕不管你还肯不肯把自己当道具，若封印破了，你去补；若锁链断了，拿朕的仙头发最后一道封印。发绳是你当年自己摘下来扔在桃花树下，朕替你收了1万年，现在还你。朕绑不好自己头发，下一次见不知道什么时候。你当年说我太直兜不住风，朕今天试过，还是兜不住。这不是法器，也不是令牌，比所有法器加起来都轻，但他把整具分身都压进最后那一剑里，最后留的却是一根绳子。我不懂。他以前戴过的是什么？发绳。他说朕绑不好自己头发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你回来帮我绑？他改的那一件右翼还是太直，下次要更弯一点。决战之日已至，太虚关镇关重甲营全数抵达。我回去想了半天，我也要加入。太虚关堵了那么多年，堵的就是今天。太虚关镇关重甲营全部编入联军，你别嫌我们盾重走得慢。你怎么没有来挑战我？我哪敢啊！阵法已成，老骨头我就不冲锋了。空间节点已经锚定完毕，够你们从落云城一口气送到虚空夹层入口。老朽回去继续搬山，它还在扩展，少一层静默病，你们走得能更快。沈清霜谷主亲自派人邀请我，虚空夹层腹地，说你小子强得跟个挂一样，有机会我们切磋一下。要不就现在？不是哥们儿，你看你又急，我投降。将这份备份阵图直接交给铁壁真人，助他补全正面阵基。这些能挡归墟禁地浅层毒性残留，你们冲太深之前记得先系在脖子上，万一又跟上次他喝我整壶毒酒一样噎着，别怪我没提醒。太虚关方向的光变了，那是凌霜走时留下的金线还在颤吗？女帝留下的那道金线不是剑痕余韵，是她走之前把虚空夹紧的震动频率调低了一些。她在替我们争取准备时间。半山老祖，恕你重新校准空间阵网对应坐标。联军正式建制完成，先锋、正面、左翼、右翼预备后勤依次排开。铁壁真人领正面压阵，沈清霜领剑修任左翼，黑风真人率突击队部署侧翼，柳白眉随先锋最前突进。撤离通道与补给节点已全部标注完毕，连同老孙头那一锅行军混沌的配送坐标一并列出了。已备。貔貅手宝管库房，这次管的是所有人的家当。你们随便打，我尾巴绝对不会掉链子。灶槽上的蜡子罐记得盖盖子，不然又得落灰。盖着那儿，不盖落了灰，你们吃着硌牙。一拳门，这块牌匾我们还要护很久。
我在这里，你们回来就有热饭。剑魂感应到了，无极道主的封印内部，第二次完整脉冲已在酝酿，污染碎片还在外围扩散。上次老朽用石符给你们开了通道，这次阵网更密，但我怕那团辉光再震我节点，你帮我守左翼。放心，我的剑这次不会只用于封脉。留好那口热汤，我们定会回来吃。死去的剑修同袍把残灰附在我手臂上，这是他们替同袍与后辈挡的最后一次。联军各部，随我推进。上古剑剑剑意与女帝金线双重压制的封印，其脉动频率正在逐级攀升。这两口子都不在，苏丫头留下那些绷带字条够用吗？打完架早点回来，不要被3000大盗反噬了。灵州联军于昨日正式从洛云城开拔。洛云城的灶台还温着，